香港的这个区议员选举已经结束了，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结束了之后，泛民不仅获取了胜利，他们还没有忘记被围困在理工大学的几十个学生，要求警方能够放开封锁，把这些学生们接回家。从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管制之后，这应该是第6次区议会的选举，而且452个席位，加上27个天然议员，是吧？那么每次的选举呢，给人家感觉上，泛民和建制派基本上是7比3。当然也有很多人，我看到第一时间跳出来说6比4。那么包括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泛民和建制派的得票率也基本上是6比4。香港的民意没有变化不仅北京在说，其实还有其他人也在说民意没有变化。民意真的没有变化吗？这次我们看到了投票率是最高的，而且实际上香港18个选区，17个选区由泛民全盘获胜，甚至在福建人居多的是吧？大家都认为福建人拿的钱肯定是挺共军的，福建人居多的北角也被泛民翻盘，我看还是有一点点民意的。最起码我们能看到一点，经过5个多月来的反送中的游行抗议，一直到最后的镇压，唤醒了很多人。在所有被催泪弹波及的这些选区，泛民都无一例外的获胜。归根到底很简单，接受过一次社会主义铁拳的捶打，在强健人们粗大神经的同时，也给人们敲上一口警钟。就按选举刚刚结束，美国一个参议员发推说明了那样，你应该把你的威权留在北京。其实我们知道，所有参与投票的人中有很多人本来就是北语者，来自于北方，他们与北方政权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次他们也幡然悔悟，站到了泛民这一边呢？从6月12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每一个中共天然的认为派到香港来参杀的人都会支持中央政府的决策的，因为任何一件事儿你不能过，总有一道线。那97年回归，香港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冷漠的看待这一点，他认为换一个管理者，无非就是向谁交税的问题。香港的特殊地位没有受到任何侵犯，香港始终是中国和国际资金接洽的最佳谈判地点，甚至是法律、法案、合同的文本的签署地点。我们经常看到外资的企业，包括很多港资，他们最终的协议都是在香港签的，本合同受香港法律保护，最终的仲裁地是香港法院。那么反送中开始，这一个法律的基石要被搬掉，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不复存在，香港今后的贸易地位、今后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将荡然无存，因为它的基础被松动了。香港人即便是拿了共军钱的，靠他们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的，也会考虑到自己的未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不仅喝了香槟，吃了大餐，做了一些庆祝，甚至放了烟花，但是归根到底，他们还是过于相信议会斗争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道路。其实从选举的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香港本地人的票，类似于公投一样的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投票，没有任何人
能够帮助香港。香港其实还是属于那种独木难支，还是处于这个状态。我们看到了来自于英国、来自于美国越来越多的调查，法官、参议员都介入了香港事件，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中美之间有没有幕后达成协议的可能。如果有，香港问题还能搁置一下。现在看到的这种镇压，有可能松一松，因为从选举开始选战开始，香港政府就相对缩小了在街头的这种镇压规模。其实我们看到游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那种1、2千人，是吧？甚至几百人这种快闪，表达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掉头就撤。理工大学被围困了这么多天，从刚开始我们看到的大家去救援它，逐渐人们把视线转移到街头政治，转移到议会斗争上，甚至把这次的区议员选举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的标志。其实我们知道它远远没有结束，伴随着中美博弈，香港问题持续了5个多月，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有许多人都在讲香港的民意，香港的民意已经表露得很明确了，通过选举逼迫香港行政当局承认他们的失败，逼迫曾经站在亲北京这一边的建制派的这些党派的主席们出来道歉，出来为自己的失败承担后果。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好像刘淑仪有一段话冒犯了习胖他说没有一个政党是可以永久统治的。是啊，真要按他这样说的，如果他是在大陆，即便他是一个亲北京派的领袖，也会被一样，是不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哪怕是台湾的，当你到大陆去参加一些研讨会，你认为你是亲北京的，但是你还不够血统纯正，该抓的还是抓。因为在任何方向上，只要你发起探讨，其实对共军的统治基础就是一种摧毁性的干扰。人家不需要这些人，拍马屁经常容易拍马蹄子上，这种事儿不是1个2个，今后也会这样。不要认为和平是靠议会斗争得来的，也不要奢望有了区议会选举的成果，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上就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来左右香港的政局。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猜测，甚至有很多延伸的文章写得神神叨叨的。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习胖跟川普有什么样的决定，他们之间所产生的结论，才是影响到香港政局走向的最根本的一条主线。香港人是非常有力量，他们不承认自己必须要对强权下跪，他们付出了生命，许多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国际调查组织来涉足香港目前发生的这几千件惨剧的调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明确的知道死了多少人。现在公布的名单都是怀疑自杀，我看到甚至有些人在争论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那么另外一帮人在争论，他们属不属于殉国？他们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香港自己的家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谈不到殉国的高度，真的谈不到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所有对强权说不的人，都是在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我们不希望这些青年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抗争，
我们也没有鼓励过让每个人都去学杨家，学这个范华培，去一个人去怼掉几个中共基层的这些爪牙。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点，所有为了推动中国自由、中国民主化走向一个现代国家付出生命的人，他们事实上都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都值得被人们纪念。他们就是殉国的，无论是被打死，还是自己看不到希望，在失望的过程中，满怀着对家园受到戕害，对整个香港的前途，甚至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前途，放弃了希望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做的每一步都值得人们纪念。我们不鼓励这种行为，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智地进行抗争，即使你愿意抓起枪。香港并没有结束，香港从反送中开始的这个群众活动，到目前为止，其实它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而且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它还会出现无数的转折点。香港人上街游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香港的独立的官报地位，香港人只是为了捍卫他们这个地位而采取的被迫的一个行为。他们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有被捕，有被打，有的呢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是到目前为止，香港人还是在进行抗争。即便他们对议会斗争、对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有一些盼望，我觉得这并不是大的问题。人总是希望在合理的规则之中来表达民意，暴力永远是最后的解决方案。祝愿香港人能够坚持他们一贯的追求民主公义的这种行动，希望他们在今后的活动中能够更加有理有节地进行抗争，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由香港人打出一个榜样来，让整个世界看一看，中国始终是有一些人是有那么几根骨头的。好了，谢谢大家，祝愿香港，再见。